你知道在三国中哪位武将实力最强吗？我敢肯定有人会说关羽，或者是以一敌百的赵云，还有天生神力的典韦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以上说的都不对，甚至关羽也只能排在第3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那到底谁才是第1呢？别着急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收集了三国的大量资料，盘点出前10位武将排名，接下来为大家一一解读，看看谁才是史上最强的武将。第10，太史慈，他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唯一一位与关羽胡子媲美的猛将。虽然他的出身并不是很高，但却是一位有着雄心抱负的义士，而他的剑术也是极其厉害的，基本上都是百发百中，堪比黄忠。而在北海救孔融时，他单枪匹马7进7出，其威风跟长坂坡7进7出的赵云差不多，并且后来与孙策大战时还不分胜负。只是非常可惜的是，其命如孙策，也英年就早逝了。第9，黄忠，他是三国时代的代表老将，虽然出场的时候就已经高达60多岁，但实际上他却一点都不老，并且在长沙一战中，不到50岁的关羽骑着赤兔马，手拿着青龙偃月刀，依然无法在100回合将黄忠拿下，甚至在定军山一战中，老黄用计将夏侯渊给秒了。还在伐吴对战中，75岁的黄忠依然神勇，至少可以横扫东吴所有的名将。但非常可惜的是，老黄因为不服老，中了对方埋伏，最后死在了马忠的剑下。第8，庞德，他本来是马超的副将，而他和曹军对战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的勇猛，因此受到了曹操的赏识。后来在襄樊之战中，庞德凭借100个回合打平关羽的战绩，名声大噪。不过由于当时的关羽已经年老，战斗力迅速下滑，所以庞德虽然打平关羽，而且后来还利用诈败击败了关羽，但从文本来看，庞德的武功应该还是要比关羽差一点的。第7，许褚，他是曹操身边的贴身护卫，还是魏国的名将，并且还以力量大、武艺高而闻名。而且当年许褚曾死磕过典韦，双方也是打了个平手，甚至典韦还手持80斤重的铁戟与吕布独战过，因此他的武艺也足够与五虎将匹敌。另外，许褚还与赵云打过平手，并且双方在30回合内难分胜负。由此可见，许褚也是个十分生猛的大将。第6，典韦，他是曹操麾下的第1猛将，而他的武器是重达80斤的双戟，都快赶上关刀了，并且在曹操打吕布时，典韦凭借手中铁戟杀退吕布的4位部将。而在全书中，典韦耀眼的一战就是他的最后一战。由于曹老板改不了坏习惯，看上了张绣的婶婶，本来张绣这时刚刚归顺于曹老板，而老板此举就让张绣倍感侮辱，于是就反了曹魏。而典韦为了保护曹操逃跑，一人抵挡叛军，死守辕门，还一人击杀近100位士卒。第5，马超，他也是五虎上将之一，先后跟随了3个主人，不过最后以刘备作为领袖。曾经的马超还将曹操打得四处逃窜，在三国之中，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有这么强悍的手法了吧。至于他为什么排在第5，完全归功于关羽一直想找他比武，因为2人同为五虎上将，还彼此之间十分了解，而关羽一直都想找马超比武，就可以看出关羽认为马超的武功可能在自己之上，但又拿不准，于是就一直想找个机会一决高下，所以马超也是挺强的。第4，赵云，他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，就是与河北名将文丑交战，而那时的赵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并没有什么名气，更兼是少年，虽然武力完全没有达到巅峰，但是还能与文丑大战了50-60个回合不分胜负。而文丑是何人？袁绍帐下第1大将，河北4亭柱之首，并且在讨伐董卓之时，袁绍还说文丑可以轻松斩杀华雄，可与吕布相抗。虽有过誉之嫌，但文丑的实力也确实是非常高强的，而赵云小小年纪就能和文丑战平，可见他的实力也不一般。第3，关羽，他既是万人敌雄虎之将，又是斩杀名将最多的武将，而且还威震华夏。建安5年，关羽随曹操东征袁绍，关羽远远看见颜良的旗帜和车盖，便策马杀入千军万马之中，直接斩下颜良的脑袋回到阵中，替曹操解了白马之围。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对关羽来说就如探囊取物一般，温酒斩华雄，杀庞德，擒于禁，水淹七军，这些都早已闻名天下，由此可见他也是非常厉害的。第2，张飞，他的勇猛那是举世公认的，他不仅屡次挑衅吕布，还使吕布伤不得他，甚至还有时候会被他的勇猛给吓到不敢恋战。而张飞还与马超从白天打到黑夜，大战了几百回合都不分胜负，并且在长坂坡，张飞更是一声巨吼，吓退曹操100万大将，由此可见他也是极其厉害的。第1，吕布，他排第1应该是毫无疑问的，并且还可以说他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公认的第1人。无论大家如何变动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人的排名，反正吕布的排名是一直不动的。肯定会有很多人会疑惑，吕布一生都没怎么打败其他名将啊，为什么说他是三国第1猛将呢？事实上，吕布之所以被认为是三国第1猛将，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单挑击败吕布。虽然吕布有2次败绩，但都是被围攻打败的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实至名归。